3月17号下午3点07分，我躺在妇产医院的待产床上，宫缩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又退下去，每一次都带着碾碎骨头的力度。护士第3次过来测胎心，仪器发出平稳的咚咚声，像一面小鼓在敲。你先生还没来吗？护士看了眼墙上的钟，产程进展很快，家属最好在跟前。我攥着床单，把一句他在开会咽回去，换了个更体面的说法，他公司有事，晚点到。护士欲言又止地看了我一眼，走了。门关上之后，隔壁床的产妇在喊痛，她丈夫握着她的手，声音又低又柔，我在呢，我在呢，疼就掐我。我侧过头看着那对夫妻，眼睛有点发酸。然后手机震了一下，陈世杰发来微信，有个紧急项目走不开，让月嫂先过去陪你。别怕，别怕。我盯着这2个字看了很久。3年前的婚礼上他也是这么说的，我穿着定制的婚纱从红毯那头走过来，他站在尽头伸着手，眼睛亮得像星星。他说林婉你别怕，以后有我呢。那时候我以为有我呢的意思是风雨同舟，后来才明白他的意思是有你呢，有你在前面挡着扛着垫着，我就什么都不用怕了。我回了一个好字，把手机扣在枕头底下。那天晚上7点42分，我儿子出生了，7斤2两，哭声洪亮，护士抱过来放在我胸口的时候，我浑身都在抖，一半是累的，一半是某种说不清的汹涌的东西。那个皱巴巴的小东西趴在我身上，眼睛还没睁开，小嘴一拱一拱的找奶吃。我低头看着他，觉得这3年来所有的委屈忽然都有了出口。陈世杰是晚上9点多到的，身上带着酒味。他说项目谈成了，跟客户喝了2杯，一结束就赶来了。他站在婴儿床边看了一会儿，说像我，然后拍了张照片发朋友圈，配文是当爸爸了。5分钟之后，他接到一个电话，走到走廊里去讲，声音压得很低，但我还是隐约听到了几个词，小颖报表明天再说。我看着产房天花板上那盏白晃晃的灯，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裂开了一条缝。住院那几天，陈世杰每天来半小时，来的时候捧着一束花或者提着一盒补品，走的时候都要接个电话，林颖的电话。他以为我不知道那个号码，以为我把备注名改成陈公司前台就能瞒过去。我连他手机密码都知道，他设的我的生日从恋爱到现在没改过。第3天晚上，我趁他睡着翻了他的微信，林颖发来的消息网上画了3个月，最早是一条陈总今天领带很好看，最近一条是昨天晚上的，发了张自拍，锁骨上有一片红痕，配文上次你弄的还没消呢。我把手机轻轻放回他枕头边上，躺下来，睁着眼睛看黑暗里的天花板。儿子在旁边的婴儿床里呼吸均匀，小小的身子起伏着，像一叶在海上飘的舟。窗外的霓虹灯光透过窗帘缝隙在天花板上投下一个光斑，我看着它慢慢的从左边移到右边，移了整整1夜。第4天出院，刀口还疼。陈世杰说他叫了车，结果来的是辆商务面包车，司机是个陌生人。我问陈世杰呢，司机说陈总让我送您回去。到了小区门口，保安帮我把东西搬上楼，家里空荡荡的，月嫂要明天才到岗。我给陈世杰打电话，没人接，发微信，过了半小时回了一句在忙。那天晚上我自己热了碗粥喝，抱着儿子在客厅里来回走，他在我肩膀上拱来拱去的哭，可能是肠胀气。我拍着他的背，哼那首我怀孕时总听的摇篮曲，哼到第3遍的时候，门锁响了。陈世杰回来的很晚，领带扯松了挂在脖子上，衬衫领口有一片口红印，粉调的，不是我的色号。他看见我还抱着孩子在客厅，愣了一下，你怎么还不睡？我没提口红印的事。我把儿子放回小床，说睡了，然后回了主卧。他跟进来，躺在我旁边，伸手碰了碰我的肩膀，老婆，这几天辛苦了，等出了月子，带你去度假。他的手指很凉，像蛇的皮肤。我嗯了一声，翻了个身背对着他。
黑暗里他很快打起了鼾，而我盯着窗帘缝隙里那道光斑，又看了整整一夜。第5天，也就是今天，3月22号，出院的日子。阳光很好，但风很冷。第2章，倒春寒。出院手续是月嫂陪我办的。陈世杰早上出现了一趟，穿着那身藏青色的羊绒大衣，我去年冬天给他买的，意大利手工缝制，6万8，站在病房门口跟我说话。公司有事走不开，他说车给你留了，你开回去吧。我看了眼窗外，住院部楼下停着一排车，他那辆黑色商务车确实还在，但那是我给他配的接待用车，平时接送客户用的。我自己那辆白色 SUV 上个月被他以车龄大了不安全为由卖了，卖的钱转手添了30万，换成了那辆法拉利。家里2辆车，我说你把法拉利留给我，自己开商务车不就行了？他表情微妙地动了一下，法拉利，我中午要见个重要客户，开商务车不够档次。重要客户？我抿了抿嘴，那辆法拉利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。我知道啊，他俯身凑过来，在我额头上碰了一下，嘴唇凉凉的，老婆最大方了，下次送你一辆更好的。他的发胶香味灌进我鼻腔，混着某种陌生的香水，栀子花底调，跟他之前用的银色山泉完全不同。我没有躲，也没有追问，我只是看着他转身走出病房，大衣下摆扬起来一角，皮鞋踩在走廊地砖上发出清脆的声响。月嫂从洗手间出来，小声问林小姐，那咱们怎么回去？我看着窗外，陈世杰正穿过住院部前面的广场往停车场走，步子很大，背挺得很直，阳光在他身上勾出一圈金边，看起来光鲜极了。他走到那辆红色法拉利旁边，拉开驾驶座的门，然后副驾的门也从里面被推开了，一条穿着过膝长靴的腿伸出来，踩着细高跟落了地。林颖今天穿了件驼色风衣，头发烫了大波浪，站在车边冲陈世杰笑。我的手指抠进掌心，指甲掐出4个小月牙。月嫂顺着我的目光看出去，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嘴张了张又合上。没事，我说，声音比我预想的稳，我打电话叫个车。月嫂帮我收拾东西的时候，陈世杰那条微信进来了，车库里那辆小牛电动车你骑着挺溜的，骑回去得了，别叫专车了，浪费钱。小颖在等我，先走了。后面还跟了个定位，那家米其林3星餐厅的地址。我预约的时候用我的名字定的位，提前2个月，备注了产后出院庆宴，一家3口。现在那个预约号大概正被服务员核对，然后恭恭敬敬地把菜单递到林颖手里。月嫂把最后一件行李装进帆布袋，回头看我，林小姐，你脸色很差。我站到窗边往下看，那辆红色法拉利正从停车场驶出来，拐上了主干道，尾灯在后视镜的折射里闪了一下，像一只嘲讽的眼睛。我怀里的小东西忽然醒了，咿咿呀呀的开始哼哼，小拳头从包被里伸出来，抓住了我一根手指。他抓得很紧，就那么一根小指头，力气却大得惊人。我低头看着他，他嘴微微嘟着，眉毛还没长全，稀稀拉拉的2道浅痕，像远方还没落定的云。然后我掏出手机，翻到了通讯录里那个3年没拨过的号码，备注是爸，上面是妈，下面是家里座机，3个名字挨在一起，整整齐齐，像从来没变过。我的拇指在爸上面悬了2秒。3年前，我跪在父亲书房的红木地板上，他说你要选他，林家的东西你一样都带不走。我说我不带，我自己挣。后来我的确自己挣了，用大学时攒的人脉给陈世杰拉了第1单生意，用婚前存下的私房钱给他凑了第1笔启动资金，用我母亲留给我那个翡翠镯子当的抵押换了第1间办公室的租金。我挣出了一整个家当，然后1分不剩的填进了陈世杰的口袋里。电话接通了，爸。那头沉默着，我听见文件翻动的声音，然后父亲开口，只有2个字，丫头。我就站在那扇窗前面哭了。
眼泪大颗大颗的砸下来，砸在婴儿包背上阴开深色的圆点，砸在我攥着手机的手背上，烫得发疼。3年了，我忍了3年，每次受委屈都咬碎了往肚子里咽，咽不下去的时候就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，林婉你选的，你别后悔。我一直以为我不后悔，直到此刻，父亲那声丫头劈开了我3年里结下的所有痂，底下的伤口还在流血，鲜红的，热腾腾的，甚至从来没有愈合过。爸，我的声音抖得几乎听不出完整字句，让陈家明天就流落街头。电话那头沉默了3秒，3秒里我听见儿子的哼唧声，听见走廊里护士推车经过的咕噜声，听见楼下马路上汽车按喇叭的声响。世界在运转，风在吹，3月的太阳挂在天上，对谁都一样公平。然后父亲说，丫头，已经迟了。我愣住了。我刚刚，父亲的声音慢悠悠的，像在晾一杯刚好入口的茶，让人把那条商业街全买了，连带陈家街尾那栋写字楼，12层那栋，昨天下午过的户。明天早上9点，法院查封令会准时送到陈世杰他爸的办公桌上。他顿了顿，丫头，你受委屈了。风从没关严的窗缝里灌进来，吹在我脸上的泪痕上，凉得像刀子。我抱着儿子，站在3月的阳光底下，忽然觉得胸口那块压了我3年的石头松动了，裂开了，碎成了一地齑粉。齑粉底下我的心还在跳，一声一声，比过去任何一天都有力。爸，我说，我回家。好，你母亲留的那栋西山别墅一直给你空着呢。东边那间房，早上能看见山谷的雾。我挂了电话，从帆布袋里抽出湿巾，慢慢把脸上的泪痕擦干净。然后我推着婴儿车，另一只手拎着帆布袋，走出了病房。护士在前台冲我笑，林女士，出院了。我也笑了笑，回家。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，婴儿车靠在我腿边，儿子在里面吐了个小泡泡。镜面较相壁映出我的样子，头发因为产后激素紊乱掉了不少，鬓角有点稀，脸色苍白，但颧骨上泛着2团不正常的红晕，眼睛还是肿的，但瞳孔里那点火不一样了。从今天起，那个为了爱情跟全世界翻脸的蠢姑娘死了。活下来的这个女人，手里攥着一整个林家的筹码，和一个被辜负了3年之后，终于开口复仇的母亲。第3章，法拉利和行车记录仪。出租车在高架上开了20分钟，我在路上给张律师打了第1个电话。张律师是我母亲生前的法律顾问，从我12岁起就处理林家所有法律事务。他做事利索，说话干脆，对我的称呼永远是林小姐，语气里带着一种让人安心的公事公办。接通之后，我只说了一句，张律师，时间到了。他说，明白，材料上周就备好了，9点的送达，我亲自跟进。我又问，林颖那边呢？张律师停顿了1秒，林小姐，林颖这件事，您父亲安排的初衷是？我知道，我说是要看他能不能把陈世杰勾走，顺便收集证据。如果陈世杰经得起考验，他就会主动退出，但他没经住。张律师嗯了一声，证据链完整，开房记录、转账流水、公司内部违规审批的截屏都在文件夹里。如果走刑事程序，先走民事，我说查封、冻结、解除婚姻关系，一步一步来。我要他清清楚楚的看到自己是怎么失去一切的。挂了电话，我看了眼后视镜，出租车正从高架拐下来，眼前一片灰扑扑的住宅楼，中间夹着那条商业街的入口。街口的招牌陈世杰他爸去年重做的，镀了金字的陈家商业广场，在灰白天色里闪闪发光。街尾那栋12层写字楼的玻璃幕墙反射着对面楼宇的影子，其中最上面3层挂着陈氏集团的牌子。那整条街现在姓林了。下午4点多，我回到了御景天成。月嫂已经到了，是个40多岁的中年女人，姓赵，话不多，手脚很麻利。她帮我把儿子安顿好，又去厨房给我煮了碗鸡汤，
看着我喝完才去收拾客房。我坐在主卧的床边，环顾这间住了快2年的屋子。装修是我花的钱，欧式风格，客厅那盏水晶吊灯花了12万，陈世杰非说要撑门面。墙上的挂画是他朋友送的赝品，真迹在我父亲的酒窖里挂着。衣柜里我的衣服只占了一半，另外一半是陈世杰的大衣和西装，整整齐齐地挂着，领带按颜色排成一条彩虹。我走到衣帽间最里面，拉开最下层那个抽屉，抽屉面上有一道不起眼的划痕，指甲抠进去，按格弹开，里面躺着几样东西，一份股权代持协议，陈世杰的亲笔签名，一个 U 盘，存着法拉利的行车记录仪，全程备份，还有一沓转账凭证，每一笔都是他用公司账户给林颖私人账户打的项目奖金。我把这些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，摊在床上。窗外天光渐暗，儿子的哭声从隔壁传来，赵姐在哄他，哼着一首老掉牙的摇篮曲。我坐在一堆证据中间，把 U 盘插进笔记本电脑，点开其中一个文件夹。文件夹按日期排好了，从去年9月份开始到今天为止，每一条行车轨迹都清清楚楚，法拉利什么时候去了哪个酒店地库，停了几小时，几点离开，跟行车记录仪摄像头拍到的上下车画面一一对应。林颖每次下车都拎着一个不同的包，从 MK 到爱马仕，从他去年生日我送的那只小羊皮，到今年春节他自己晒在朋友圈里的新限量款。每只包都对应着一笔转账，每笔转账都对应着一个项目奖金的名目。最后一个视频是昨天晚上的，车从医院开出来，直接去了那家米其林。林颖从副驾下来的时候，弯腰跟车里的陈世杰说了句什么，然后笑着摸了摸他的脸。餐厅门童接过车钥匙去泊车，2个人并肩走进去。我点了暂停，画面停在林颖侧脸那个笑容上，跟我同一个姓，比我年轻3岁，胸部比我大2个罩杯，笑容比我灿烂10倍。父亲安排他进公司的时候，只说了句是个好用的棋子。现在棋子完成了他的使命，而我才是那个执棋的人。我合上电脑，手机震了，赵姐发消息说儿子睡着了。我走到婴儿房门口，门虚掩着，暖黄色的小夜灯亮着，小家伙在小床里睡得四仰八叉，一条腿从包被里伸出来，5颗脚趾头蜷成5个小贝壳。我站在门口看了很久，然后轻轻带上门，回到主卧，继续收拾东西。属于我的一样都不能留，不属于我的一件都不带走，这是我今晚给自己定的唯一准则。晚上8点多，陈世杰他妈打电话来了，我没存他号码，但那串数字我一扫就认出来。他平时跟我联系都靠微信语音，每条都是50-60分钟的教训，主题永远是你要感恩我们陈家接纳你。接通之后，他尖细的嗓门直接捅穿听筒，小婉，我怎么听说你打电话跟你爸闹了？月子里的女人要静养，你别整天做，世杰在外面打拼多不容易。妈，我打断他，我有个事想请教你。他愣了一下，什么事？你名下那套老房子的房产证是不是压在小额贷公司了？上个月陈世杰说公司资金周转，让你拿去做抵押的那笔300万，他提过还款时间吗？电话那头瞬间安静了，沉默持续了大概5秒，他在开口的时候嗓子紧得像被人掐住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那笔钱没进公司账户，我说进了林颖的私人卡上。妈，你要不要查查？不可能，他叫起来，声音高了8度，世杰跟我说是付供应商尾款。那你打电话问他。我说，对了，妈，明天可能会有人去你那套房子贴东西，你别怕，只是法院的查封通知。如果你现在搬出来的话，我可以让人给你安排住的地方。你跟我之间没有矛盾，矛盾是我跟陈世杰的。那头彻底哑了。过了半天，他喉咙里滚出一句含混的你这孩子怎么变成这样了，就把电话挂了。我把手机放下来，看着屏幕上通话结束的界面，忽然觉得有点可笑。3年来他对我召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我给他买了多少保健品，
陪他做了多少次体检，帮他处理了多少回邻里纠纷，他从来没说过一句你这孩子真好。现在我说了句实话，就成了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变成这样。我站起来走到穿衣镜前，看着镜子里那个女人，产后5天，腰腹还松着，脸色还差着，可那双眼睛里的惬意没有了，换成了一点点冷，一点点硬，还有一点点，我凑近了看，杀气。对，杀气。我从衣帽间拖出2个28寸的行李箱，开始装东西。我的衣服，我的护肤品，我怀孕时买的那堆育儿书，我母亲的遗物，一个老式梳妆匣，里面装着几件旧首饰和一张泛黄的照片。别的什么都不拿了。那些我陪陈世杰挑的家具，那些他朋友送的赝品画，那台双开门冰箱里我昨天买的进口水果，都不属于我。连这间卧室的空气都属于过去，而我不打算带任何过去的东西去未来。行李箱拉链合上的时候，楼下传来引擎声。法拉利回来了。第4章，夫妻夜话。11点40分，陈世杰推开家门的时候，我正坐在客厅沙发上喝第2杯温水。赵杰已经睡了，儿子在主卧婴儿床里睡得正沉。客厅只开了盏落地灯，光线昏黄地铺在地毯上。他看见我坐在那里，脚步顿了一下。领带已经扯了，衬衫扣子解到第3颗，胸口露出一点皮肤，锁骨上方有个崭新的红痕。他甩掉皮鞋，赤脚踩在地毯上走过来，在我旁边坐下，带着一身的酒气和栀子花香。还没睡，他伸手想拦我的肩，我往旁边让了让，他没捞着，手悬在半空停了1秒，收了回去。有个事跟你说，他的语气轻飘飘的，像在说今天楼下停车位被人占了，公司最近资金有点紧，你爸那边能不能周转一下？我的手指在杯壁上顿住了，我爸？他往沙发靠背上一仰，闭着眼睛，就2000万，短期拆借，3个月归还。你爸反正闲着那么多钱，放银行也是贬值。我看着他那副理所当然的样子，忽然想起3年前他第一次去我家吃饭，那时候他紧张的筷子都拿不稳，管我爸叫林叔叔，每说一句话都要先看看我的脸色。如今他闭着眼睛瘫在我的沙发上，张口就是2000万，像管路边小卖部赊一包烟。陈世杰，我说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他眼睛睁开一条缝，出院啊？怎么了？我不是给你订了餐厅吗？临时有客户。我产后第5天，我打断他，刀口在疼，长奶发烧刚好，我在医院躺了5天，你来了4趟，每趟不到半小时。他坐直了，脸上露出那种经典的你别闹了表情，我知道你辛苦了，我不是说了吗？等出了月子。你跟林颖，我说，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客厅里那盏落地灯的光好像突然晃了一下，他整个人像被按了暂停键，嘴还张着，眼睛里的涣散慢慢收拢，聚焦，最后变成一种谨慎的警惕。什么林颖？他说，他是我助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去年9月20号，我平铺直叙，你们第一次去开房，半岛酒店，用的是我的会员卡，那张卡绑定我的手机，你忘了？他的脸彻底僵了。后来一共17次，我说，从半岛到希尔顿到洲际，林颖每次还带包回来，你给他转账的时候，能不能别填项目奖金？财务那边做账都不好做。他的喉结上下滚了滚，嘴唇翕动了2下，没发出声。还有，我把水杯放在茶几上，瓷底碰木质桌面，发出清脆的一声咯。你昨天晚上在医院楼下等他的时候，他涂的那支口红 Dior 999正红色，我前天刚丢了一支一模一样的，你猜是不是从我梳妆台上拿的？林婉，我在产房疼了10个小时的时候，你在跟他开视频会议，我站起来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我生完孩子你赶过来，身上的酒味是跟他喝的。他说项目谈成了你才走，谈成的是你们俩的项目吧？他也站起来了，脸上的醉意退得一干二净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揭穿之后的气急败坏。你翻我手机？我翻你手机的事，回头你可以去法院起诉我侵犯隐私。我说，
但在此之前，你最好想想怎么跟你爸解释那300万的事。他瞳孔猛地缩了一下，什么300万？你妈那套老房子抵押的300万，你告诉他付供应商尾款，实际上打进了林颖的账户。我迎着他的目光，一步没退，你别跟我说他是你真爱，所以你给他打钱。真爱的话，他就不会把每一笔转账记录都存下来了。他的脸一点一点的白了，先是嘴唇失色，然后颧骨那2团酒后的红褪下去，整张脸像刷了一层石灰。他后退半步，小腿撞到茶几边角，疼得呲了下牙。你怎么知道这么多？因为你太蠢了。我说，蠢到觉得所有人都围着你转，就没有人会在背后看你一眼。我转身往主卧走，他在后面追了2步。林婉，你听我说，我跟林颖就是逢场作戏，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。我停住脚步，回头看了他一眼。他站在沙发旁边的落地灯光圈里，领口敞着，锁骨上那个红痕明晃晃的。这张脸我曾经爱过，曾经为他哭过、笑过、跪过、求过，曾经把他当成我的整个未来。现在看起来，不过是个普通的、薄情的、被欲望牵着走的男人。你爱林颖也好，不爱也罢，我说，我都不在乎了。明天会有律师跟你联系，该签的字你签了就行。什么意思？我走进主卧，反手把门关上，落了锁。他在外面拍了2下门，喊了2声林婉，然后安静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听见他去了次卧，那边的门关上，一切重归寂静。我走到婴儿床旁边，弯腰看着熟睡的儿子。他做了个梦，小嘴咧开笑了一下，露出一截粉红色的牙龈。我的手指轻轻碰了碰他的脸颊，他往我手心里蹭了蹭，像只小动物本能的寻找温暖。窗外城市的夜灯透过窗帘，在天花板上洒下一片模糊的光晕。我在床边坐下来，靠在床头，开始看手机里张律师发来的文件清单。一共有47份材料，涉及股权、房产、债务、婚姻财产分割、刑事证据几个大类。张律师标注了每一份材料的用途和优先级，整整齐齐的表格，划了5屏才到底。看到第3屏的时候，眼泪又莫名其妙的涌上来了。可这一次我没哭出声，只是抬手抹了一把，然后继续往下滑。眼泪模糊了屏幕，我就锁屏擦一下，重新打开，一份一份的看过去，记下明天要配合提供的东西。凌晨2点多，我放下手机，看着天花板上那个移动的光斑，和昨晚一样的位置，一样的颜色，一样的悄无声息。可今晚我的心跳很稳，一下一下，像鼓点。明天9点，还有不到7个小时。第5章，9点整。早上7点半，我起来了。赵姐已经在厨房忙活，小米粥在锅里咕嘟咕嘟的响，煎蛋的香味飘了满屋。我去婴儿房看了一眼，小家伙醒着，正在自己玩，2只手攥着摇铃布偶一通乱晃。我把他抱起来喂了奶，换了尿不湿，放回小床里，让他继续跟布偶搏斗。然后我走进衣帽间，拉开衣柜，找出了一套产后能穿的宽松西装裤和一件浅灰色的羊绒开衫。对着镜子把头发重新扎了一下，产后掉发严重，鬓角露着白花花的头皮，我把碎发尽量扒拉下来遮了遮，又涂了支豆沙色的润唇膏，让脸色不那么苍白。收拾停当之后，我拎着手提包走出卧室。客厅里陈世杰的皮鞋还在鞋架上，次卧门关着。我看了眼手机，8点20。8点25，门铃响了。赵姐去开的门，2个穿深色制服的法院送达人员站在门口，客气地出示了证件。我签收了那一摞文件，最上面那份是查封通知，盖着法院的红章，被申请人那一栏写着陈建国，陈世杰他爸的名字。我把文件放在玄关柜上，又抽了张便利贴，写了几个字，离婚协议在张律师那里，你联系他。贴好之后，我回屋给赵姐赚了一笔钱，让她照顾好孩子，等我回来。然后我走到次卧门口，推开了门。陈世杰还睡着，手机扔在枕头旁边，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未接来电标记挤作一团。
我没叫他，只是把那张查封通知的复印件放在他枕边，然后关上门，回到了客厅。9点整，他手机响了，是那种震动加铃声的模式，嗡嗡嗡的连着响。我听见他在被窝里摸了半天接起来，含含糊糊的喂了一声，然后那边不知道说了句什么，他的声音抖得拔高，什么叫查封？你再说一遍。我靠在客厅墙壁上，抱着手臂，等。门哗的打开，他赤着脚冲出来，光着上身，睡裤皱巴巴的挂在胯上。他举着手机看着我，眼睛瞪得滚圆，脸上又是睡眠中被吵醒的浮肿，又是惊骇造成的扭曲，拼在一起说不出的滑稽。商业街，他说，声音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。法院封了整条商业街，谁干的？谁有这本事？我干的。他愣住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让封的。我从墙上直起身，走到他面前2米的地方站定。这个距离，我能闻到他身上隔夜的酒味，还有那一丝挥之不去的栀子花香。那条商业街的实际持有人姓林，所有手续齐全，交易合法。你们陈家从银行贷的3个亿用来盘活这条街，结果钱花了，街不是你们的了。银行现在要找的是你们陈氏集团，不是那个幕后的产权人。他的嘴唇哆嗦了2下，手机从他手里滑下去，啪的一声掉在地板上，屏幕碎了蛛网一样的纹。你怎么可能？那是我爸跟人签的协议。你爸跟人签的协议？我说，那个人是我父亲派去的代理人。所有书面文件里都有一条条款，产权持有方保留随时收回经营权的权利。你爸签的时候没仔细看，他以为是常规条款。陈世杰猛地往前扑了一步，我退开半步，伸手按在餐边柜上。柜面上放着一个玻璃花瓶，里面插着赵姐早上新换的百合。我的手背碰到冰凉的花瓶壁，稳住了重心。林婉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他的声音都劈了，整个人抖得像风里的树叶。你知不知道那是我们家全部家当？3个亿，还有我爸的养老钱。你爸的养老钱是彩礼给的1000万。我说，那笔钱姓林，你爸拿去投资也好，还债也好，跟林家的账面上都挂着你陈家的借款，算上利息，现在大概翻了一番。要我现在把借条打印出来给你看吗？他张着嘴，胸脯剧烈起伏，眼球上布满了红血丝。这一刻，他彻底褪去了平时那副成功男人的皮囊，露出底下一个慌张无措，连最基本账目都算不清的中年人。手机在地上又震了，他低下头，看见屏幕上跳动着他爸的名字，却迟迟没弯腰去捡。接啊，我说，你爸大概也收到通知了。他蹲下去捡起手机，划开接通。那头的声音我隔着3步远都听得见，老陈总在咆哮，嗓门大的能把天花板掀了，中间夹杂着几声女人的哭喊，大概是陈世杰他妈。陈世杰把手机举在耳边，脸上血色一点点褪尽，嘴唇翕动着，一叠声地说，爸你别急，爸我想办法，爸我真的不知道。我靠在餐边柜上，静静地看着他。阳光从落地窗倾泻进来，在地板上画出一片明亮的梯形。百合花的香气在空气里浮动着，混着窗外隐约传来的车流声。世界如常运转，只有这个男人的世界正在坍塌。3分钟之后，他挂了电话。手机从他手里滑落第2回，这回他没接，就那么让他躺在地毯上。他慢慢直起腰，目光从我脸上移到沙发、茶几、玄关柜上那摞文件，来回扫了2遍，最后定在我脸上。你什么时候开始计划的？你第一次跟林颖上床之后的第2天。我说，行车记录仪传到我的邮箱，我看了视频，然后就去找了张律师。你忍了半年？他喉头哽了一下，眼眶忽然红了。你既然早知道了，为什么不早说？你早说你就什么？就跟他断了。我偏了偏头，你跟他断了之后还会有下一个。你不是因为林颖才出轨的，你是本来就会出轨，林颖只是恰好出现在那里。陈世杰，我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在给你机会。
我等你回头，等你有一天推开家门跟我说老婆我错了，咱们好好过日子。我等了3年，你给了我什么？他嘴唇翕动着，没答上来。你给了我一张空头支票，我说，一个用完了就扔的垫脚石，一个不用付钱的保姆，一个带出去能撑场面，关起门来随便冷落的摆设。我拿对了，你就是林总，我拿错了，你就是那个骑电动车的。客厅里安静了片刻，阳光从落地窗移到沙发扶手上，镀金的花纹泛出一层暖光。他嗓子哑了，那个法拉利写的是我的名字，我说购车合同、发票、保险单上面都只有我的名字。当时你跟我说你征信有点问题，先挂我名下，你忘了？他的表情像被人兜头浇了桶冰水。那辆他开了半年，载着林颖去遍了全城高级餐厅和酒店的法拉利，从法律上讲甚至不是他的车。这半年我每次开那辆车出去，都是盗用他人财产。我说，但是你别担心，这个我不追究，车我要收回来的。他踉跄了一下，扶住了沙发靠背。阳光照在他赤裸的脊背上，能看清背肌的形状，还有肩胛骨中间一颗米粒大小的黑痣。这颗痣我曾经亲过无数次，在那些我以为我们很幸福的夜晚，可现在只觉得陌生。次卧里，他的手机又响了，第38通或者第39通，不知道是他爸还是银行还是公司合伙人。他没去接，就任由那串铃声在安静的客厅里回荡。我转身往主卧走，准备去换鞋出门。临晚，他在后面喊，声音里带着我从未听过的颤抖，那孩子呢？我们的孩子，你就这么带走了？你有没有替他想过？我停住脚步，缓缓转回身。孩子出生5天，我说，你抱过他几次？你换过尿布吗？你半夜起来给他冲过奶吗？你连他什么时候该喂奶都不知道，你现在跟我说孩子？他哑了。我要替他想，我说，所以我要带他离开一个没用的父亲，去一个有人爱他的地方。我转身走进主卧，从行李箱里拿出那件薄羽绒服，套在开衫外面。赵姐在婴儿房里帮孩子穿外出的连体衣，小家伙被折腾得咿咿呀呀抗议。我走过去接过来，把他裹进包被里抱好，他闻到我身上的气味，立刻安静了，小脸往我胸口蹭了蹭。赵姐，我说，你先在这边待着，后续搬家的东西还要收拾，工资我给你按双倍算。赵姐搓了搓手，林小姐，那陈先生那边，他今天下午之前会搬走。我说，你帮我看好屋子，别让人乱动我的东西。我抱着儿子走出主卧，经过客厅的时候，陈世杰还站在沙发旁边，光着脚，赤着上身，手机扔在地毯上，屏幕还亮着。他看见我抱着孩子出来，嘴唇动了动，似乎想说什么，目光落在那团包被上，就移不开了。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他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我走到玄关，弯腰换了双平底短靴，把包被拢了拢，拉开门。3月的风从门洞里灌进来，吹得玄关那串风铃叮叮当当的响。我侧过脸，看着客厅里那个被阳光和阴影分割成2半的男人，说了一句话。陈世杰，你的机会在你把林颖扶进那辆法拉利副驾的时候就用完了。然后我关上门，把身后的世界锁在了里面。电梯下行，儿子在我怀里打了个哈欠，又睡着了。我低头亲了亲他的额头，尝到一点点奶味和婴儿特有的那种暖烘烘的柔软触感。小宝，我说，咱们走。电梯到1楼，我推开门走出去。阳光劈头盖脸的砸下来，暖融融的，跟昨天那阵倒春寒的冷截然不同。小区花园里的玉兰花开了满树，粉白色的花瓣在风里簌簌的落在我的肩上和儿子的包被上。我穿过花园，往地下车库走去。保安远远看见我小跑过来帮忙刷卡，目光在婴儿提篮上停了一下，笑着说，林姐，恭喜儿，小公子真漂亮。我笑了笑，谢谢。地下车库里，东区 A07，那辆白色轿跑安安静静的等着我。
车漆在日光灯下流转着珍珠母贝一样的光泽，车身线条流畅的像一滴即将坠落的水珠。我拉开驾驶座的门，把婴儿提篮固定在副驾的专用卡扣上，然后坐进去，伸手摸了把遮阳板后面。钥匙在那里。我发动了车，引擎低沉的轰鸣了一声，平稳的像一声满足的叹息。中控屏亮起来，导航上显示着一条路线，西山别墅，距离市区40分钟车程。备注里父亲写了一句，到家之前先开慢点，路上有段盘山路，风景不错。我挂档，踩下油门，车子缓缓驶出车库。阳光从地库出口涌进来的一瞬间，我眯了眯眼。主路上车流不息，有人在等红灯，有人拐进旁边的商场停车场，有人骑着电动车从非机动车道穿过。世界还跟昨天一样，但我不一样了。车载蓝牙连上了手机，自动播放了一首歌。前奏响起来的时候，我认出了那首曲子，是我母亲生前最爱听的 You Raise Me Up。 管弦乐的前奏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，温柔地灌满整个车厢。我的眼眶热了一瞬，眨了眨，又压回去了。儿子在后座翻了个身，把包被蹬开了一角。我趁着红灯回头看了一眼，他不知什么时候醒了，正睁着眼睛安静地看向窗外。车窗外是流动的城市轮廓，高楼、天桥，飞驰而过的地铁列车。他不知道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，但他会慢慢知道的。这世界即将向他展开，而我将是他背后的那座山。第6章，收网。车开上西山那条盘山路的时候，手机响了。张律师打来的，声音里带着一丝压抑不住的轻快。林小姐，查封流程走完了，对方没有申请暂缓执行。另外，陈氏集团的银行账户已经冻结，3个亿的授信被银行方面叫停，目前陈家的总负债大约在3亿8千万左右。股权代持协议今天下午会正式提交法院仲裁，预计1周之内出结果。辛苦了，我说，林家那边呢？老爷子一切安好。他说让你别着急回来，先带小宝熟悉熟悉环境。我笑了笑，挂了电话。盘山路两侧的树木正在返青，枝头冒出一簇簇鹅黄色的嫩芽，在阳光里透亮透亮的。远处山谷里飘着一层薄薄的雾气，把远山的轮廓柔化成水墨画里那种若有若无的线条。40分钟后，车停在一扇黑色铁艺大门前面，门自动打开了，一条铺着青石板的小路蜿蜒进去，两侧种着高大的梧桐树，树冠刚抽出新叶，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影子。路的尽头是一栋3层小楼，灰白色的外墙，墨绿色的窗框。门口的台阶上摆着2盆刚开的杜鹃花。我把车停好，从副驾解开婴儿提篮抱在怀里，走上那几级台阶。大门虚掩着，我推开的瞬间，一股熟悉的干燥的木质香味扑面而来，是我母亲生前喜欢的雪松香薰，这么多年了还在。客厅很宽敞，朝东的一面墙全是落地玻璃窗，窗外正对着那片山谷。此刻雾气还没散尽，谷底有一条浅溪若隐若现，溪边的柳树绿茸茸的像笼着一层烟。阳光从落地窗涌进来，把浅灰色的布艺沙发照得暖洋洋的。我抱着儿子走进东边那间房，房间比我想象中更大，朝阳的整面墙都是玻璃窗，窗外直接对着那片山谷最开阔的一段视野。床已经铺好了，浅蓝色的床品，床头柜上放着一个小相框，我母亲的照片，她穿着一件白色的棉布裙，在某个夏天的花园里回头笑。相框旁边有一张叠好的纸条，我拿起来展开，是父亲的笔记，硬朗的行书。丫头，床垫换了新的，乳胶的，对腰好。婴儿床在隔壁，你小时用过的那张，我让人翻新了。厨房冰箱塞满了，赵姐明天会过来常住。妈的照片是我放的，她看见小宝一定高兴。我把纸条折好放回床头柜，把儿子轻轻放在大床上。他醒了，四肢在半空中蹬了蹬，嘴巴扁了扁要哭，我把手指伸过去，他立刻攥住了，吸着嘴巴安静下来。
我坐在床边，看着窗外山谷的雾正在一点点散去，露出了谷底那条溪流明晃晃的水面。阳光一点点地往屋里爬，从地板爬到床角，爬到儿子的包背上，又爬到我交握的手指上。手机震了好几次。第一条是陈世杰他妈的语音，我没点开，直接删了。第二条是陈世杰姐姐的短信，言辞激烈的让我适可而止。第三条是陈世杰本人的微信，很长一段话，我扫了一眼大意，林婉我错了，你回来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我们重新开始。我长按删除，然后我翻到相册，把手机里存着的那张照片，法拉利副驾上林颖比耶的那张，发到了我自己的小号上，配了一行字，有些东西借出去了，该收回来了。朋友圈发出去不到半小时，陈世杰的电话就追过来了。我按了静音，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床头柜上。他在那头打了6通，每一通都被无声的接听，然后无声的挂断。然后林颖的电话进来了，我看着屏幕上跳动的林颖2个字，接了起来。姐，她的声音脆生生的，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，你听我解释。不用解释，我说，你做的事我都知道。我爸让你去的时候怎么跟你说的？那头沉默了。他说，如果你能把陈世杰勾走，奖励你1套房，对不对？姐，房我会给你。我说，你做的事，我爸交代的事，我不会为难你。但你记住，你在这件事里面扮演的角色，将来如果有人问起，你最好说实话。因为陈家倒了之后会有人查账，每一笔转给你的项目奖金都会在法庭上被拿出来问。他咽了口唾沫，声音从清脆变成了干涩。我爸，叔公那边，你爸的工作不会受影响。我说，我分得很清楚。对你，我只是在通知你后续要配合的事情，没有别的话要说的话。我挂了。挂了电话，我把手机翻过来，屏幕上干干净净的，没有未接来电的提醒了。儿子在床上睡着了，小手还虚虚的攥着，像攥着一个看不见的梦。窗外的山谷里雾散尽了，溪水在阳光底下亮得耀眼，远处有鸟叫声，一声长一声短，在空旷的山谷里荡出回音。我脱掉外套，在床边躺下来，侧着身看着儿子，他的小胸脯一起一伏，呼吸像羽毛一样轻。我伸出手指碰了碰他的脸蛋，他在梦里侧了侧头，把脸往我指尖的方向凑了凑。阳光照在我们2个人身上，暖融融的，像盖了一层蜜。我闭上眼，脑子里闪过很多画面，3年前的婚礼红毯，2年前第一次搬进御景天成那天的兴奋，1年前发现陈世杰手机里暧昧短信时的胃疼，5天前产房里那盏白灯，昨天下午医院窗口看见的那辆红色法拉利，今天早上陈世杰光着脚站在客厅里的那张脸。所有画面在阳光底下慢慢褪色变淡，最后融成一片柔和的光。我翻了个身，面朝落地窗，山谷在眼前铺展开去，远处有一列高铁正在穿过山脚，银白色的车身在阳光下划出一道流畅的弧线，然后钻进隧道不见了。新生活从今天开始。我摸出手机给父亲发了条微信，到家了，小宝睡了，窗户的风景很好，妈肯定喜欢。父亲回得很快，好，晚上我让厨房炖了乳鸽汤，你多喝点。另外，陈建国刚才打电话来求情，被我拒了。我回了个笑脸。窗外的阳光又往西移了一点，把梧桐树的影子拉得长长的，投在青石板路上。客厅里那台老式座钟敲了11下，声音悠远而沉稳。我闭上眼，听着钟声在山谷里消散。然后我听见儿子在梦里轻轻地嗯了一声，软软的，像猫仔。我弯起嘴角，也睡了。这间朝东的卧室，明早6点，阳光会带着整个山谷的雾气一起涌进来。我已经很久没有期待过一个清晨了。